好，大家好，我们这幅作品我们继续完成。上次已经画了这个花叶，还有这个瓶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后面的山先画上啊，先画山，然后后面这些瓶子的颜色我们再去搭配，再去整理。这个石头的话，看一下大概画多高啊？上面要留一些位置，不要全部画到顶了，大概留个留这么长就好了，不要全部画到顶。好，画到这个地方差不多，画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把笔洗一下，把这个毛笔洗一下，就用我们平时我们画叶子的这支笔去画这个山石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要用这个墨来画，来，这个盘子里有墨，我们再拿一个盘子来调色。因为墨色要有浓淡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盘子，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盘子里调一调。好，咱们这幅画，还没有继续完成啊，继续现在这个花叶子这个小水壶画好了，我们先把后面的山画上。然后后面这些瓶子我们再来整理。那画这个石头的话，上面不要画到底，上面大概留一些位置，留个10厘米左右，这样差不多。好，我们从这里开始画。那么一个盘子里装墨，一个空盘子，因为我们有在空盘子里面去调，有的时候墨不要那么浓，有这个浓淡的这种变化。可以先大概淡一点点的墨啊，尽量还要准备一张废纸啊。来，准备一张废纸，在这个盘子的旁边啊。就是你们每次画的时候都可以，就是太干、水分太大的时候，在这个废纸上沾一下啊，用干一点的笔。用干一点的笔，大概画出我们这个石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一个外形啊，要有起有伏。好，有的时候我们直接画中间的轮廓，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个石头外形先把它画出来。就是没有画的话，没有一定说你一定要先画哪里后画哪里啊，就自己看自己当时的一个心境，你想先画哪里就先画哪里。好，大概一个外形就到这里了，到这里差不多，就尽量不要在正中间，因为刚刚差不多在中线上，我们在这里再多加一点，让它往左边再跑一点，两边不要5-5分哈，注意这些细节，不要对比，两边不要5-5分。好，来画一些孔哈，像这个地方我们画一个孔。孔的周边，好，沾一点水啊，要不停的去加水，让这个石头整个有一个这个深浅变化。
好，笔肚里面干了，我们就去蘸一点水。好，暗的地方啊，就是暗部，我们把它深下去。想让它暗一点的地方，我们把它颜色深下去，这样子，这个亮的和暗的才能体现出来。好，笔上再蘸一点水，蘸一点浓墨，在这里再来画一个孔。好，这个想要深一点的地方，用这个墨去蹭一下。好，笔上干了，我们就加点水。在这里再来一个孔。好，这个凹进去的这一块啊，也可以把它作为深色的。浅色也不一定说完全是浅的，它也要有一些颜色的层次。好，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孔。好，往上一点。哎，上面这里还要加一点啊，上面这里。
然后这些像这飞白里面也扫一些，用这个用这个毛笔啊扫一些这种石头的这种纹理出来，不能说让它完全是白。再继续往下，待会儿画完之后还要再继续去整理啊。好，来一点淡墨。注意这条折痕，折痕我们要就把它颜色去染一下，不然这个折痕就流出来了。好，我们来一点这个赭石。这个石头到这里来，然后我们用这个赭石调赭石，笔肚里面调赭石，然后笔尖再蘸这个墨，笔肚调赭石，笔尖蘸墨。当然这个石头它不可能在瓶子里，就是有一个那个它有一个那个放这个石头它这个石头我们当它是一个摆件。因为石头已经很多孔，我们这里就把它这个线，让它直一点，直线，就不要让它太多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再来一条。
好，画出它的一个角。好，这个角在这里。好，大概表达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这个白的地方，我们再加上一些淡墨。诶，这个笔上的这个赭石太多了，把赭石洗一下。我们目前不要用赭石哈，还是用这个淡墨，用这个淡墨啊。好，用这种淡墨，淡淡的墨。好，这个石头基本上就先这样子可以了。等它干了之后，如果需要整理的话，需要整理再进行整理。再看一下啊，感觉这一块还是再出来一点啊。好，再出来一点这里。好，也是一样啊，可以点上一些点。好，石头这一块就可以了。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头加多一点。它干了之后，它的墨色还会跑。现在它的墨是湿的，因为这里都是湿的，所以它的这个湿的水和墨它经过这个时间，它还会再走一下，它会干了之后会显得这个石头更加自然一点哈。现在它的这个深浅浓淡的这个墨特别重。干了之后，如果这个石头需要再染颜色的话，也可以加一个颜色。好，我们再来。
再去处理底下这一块啊。那我们上次画的时候说这里想画一个如意，其实不太知道如意长啥样，大概的去画一下吧。因为每个如意可能都长得不一样吧。好像这个如意它应该这里是一个花啊。就大概的去表达。好，从后面穿插。然后我们这个瓶子现在可以把它画实了，我看一下。瓶子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画实了，镜头可以矮一点点啊。因为前面这个瓶子我们大概画了一下，那现在我们把它画实，也不要太深了。来，这个石头咱们就画一个冰裂纹的吧。这个冰裂纹这个纹也要有大有小啊。也要画出它的一个疏密关系来。
好，大概画出这个纹路出来，然后这个瓶子可以染一个颜色，看一下这个瓶子染一个什么颜色，搭配一点。可以染一个淡淡的这个三绿吧，因为盘子里刚好有这个三绿，不要浪费了。用三绿淡淡的一层，不要太多了啊。淡淡的这个三绿。它跟这个叶子还有点类似呢，好像有点太类似了，感觉还是先染上吧哈。颜色不搭的话，我们最后再去调整。先染上，因为这个配色我们没有说去做设计稿，我们直接就这么去往上搭。那如果说到最后觉得还不搭的话，它并不是说颜色不可逆不可改，颜色还可以改。那我们到时候最后再看情况去改，加点水，淡淡的啊，这个瓶子哈，特别是到中间这里更淡一点。到时候颜色不好看，我们再去加一点其他的颜色。底座这个边这里可以深一点点啊。好，然后我们看着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小花瓶的颜色，小水壶的颜色，就按它的颜色去上色，就按这个小水壶的颜色去上色。来，这个圆点大概是用这个圆点可以用这个胭脂哈，圆点我们用这个胭脂来交叉胭脂啊，交叉胭脂都一起的。胭脂，然后绿色这一部分我们用这个花青和藤黄，花青和藤黄。黄色这一块我们用这个鹅黄，黄色用鹅黄。好，就这些颜色。那还有金色，金色我们要用一个金墨啊。金色部分我们用一个金墨。好，我们可以换小一点的笔啊，因为它这个花都是比较小，这个瓶子也比较小，所以我们用小一点的笔。首先这个胭脂这一块啊，把这个圆点这一块涂这个胭脂色。好，稍微加点水啊，不然不好涂，不然它都涂不开。
加点水。好，把这些圆点先全部涂掉。然后这一块啊，这一块也涂一些。好，里面涂一层胭脂，然后再稍微这个赭石在中间加一点点吧，就不要让这个圆点太平了。但现在我们的颜色肯定跟原图还是有区别的。赭石放上去不是特别明显啊，加一点点珠标，加一点朱砂，用朱砂和赭石调一点点亮一点点的颜色。就把它这个颜色不要让它是平的就可以了，它有2个颜色的层次。这边上啊，这边这个边我们再用黑色的，边不清楚的地方再用黑色的框一下。好，这样子它就感觉它是有一个，它就不是一个平面的颜色。好，然后我们的花青和藤黄，
换大一点点的笔啊，花青和藤黄，加一点点水把它调和。先少一点点花青，多一点点藤黄，这样子我们调成一个嫩绿色，嫩绿色。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旁边这些地方，我们先都染成这个嫩绿色。啊，这些花纹的这些全部染成这个嫩绿色。好，所有的花纹哈，所有的花纹。那我们尽量接近这个品质啊，不一定是完全要一样的，有一点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啊。好像这个盖子，哎，焦茶我们没有拿出来哈，来一点焦茶。用这个胭脂调一点焦茶。啊，用胭脂调焦茶。是我们下面这里应该也用胭脂调焦茶，会更好一点。胭脂的话稍微有一点点鲜艳，调点焦茶它会暗一点点，把这个鲜艳的这个红色稍微压一些。好，加一点点白吧，加一点点白，加一点太白，还是用笔上这个焦茶调一点点太白，还是胭脂焦茶一起调一点太白。然后还是一样，跟刚刚一样，把它这个亮的地方中间这一块让它更亮一点，把颜色浅一点跟暗一点对比，它的这个亮的地方就出来了。好，然后我们再来深绿啊，深绿我们就把这个花青多一点哈，花青多一点，藤黄少一点，它就变成了深绿色。我们现在调一个深绿色。好，调深绿色，把这些有些地方的这个绿太深了，再加一点黄，不要太暗了。
有一些地方涂成这个深绿色。那像这样子，我们可以有的地方我们可以涂一半啊，就涂到这里，跟这个瓶子一样，它就是一半深绿，一半浅绿。啊，有深有浅啊。然后这个叶子也可以啊，一半一半。还有瓶盖。基本上这个绿色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涂这个鹅黄。本身里面全部是用金的，但是我们先用鹅黄，加一点金的颜色。这个金色我们用的时候摇一摇，它会有一点沉淀啊。也倒不出来啊，倒不出来，可能干了，这个口这里是干了。金色我们另外用一个小碟子装，这个金色。也倒一点点就可以够用了。来，这个鹅黄加一点这个金色。好，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好，把这些留白的空白的地方全部涂上。这个金还稍微感觉有点太亮了，我们看一下，想办法能把它这个金色降一个度。要不我们加点赭石，用这个赭石调一点金。来一点这个焦茶，用点焦茶赭石，把这个颜色深一点啊，太亮了一点，加一点金在里面。再来一遍啊，里面还是含有金粉啊。
啊，现在我们是加了赭石和焦茶调这个金，为的是把这个颜色把这个亮度降一下，因为目前现在这个金太黄了，太亮了。我们加鹅黄，有的时候颜色一次不是很准啊。鹅黄它本身它的颜色就很亮，可以再涂一遍啊。好，基本上就这样吧。然后我们再用这个亮的金哈，就是这个橙金哈，橙金，把所有的这个线条，把所有的线条走一遍啊。好，用金哈，用橙的金色，把所有的线条画这些小线的时候，用笔要稳哈，用这个中锋去画。
这个壶的这个把的话，颜色也不要一样的哈，我们也先用一层深一点的，加一层深一点哈，加一层深一点的。然后再用这个沉的筋从中间走一遍，这样子让它颜色也是一样啊。好，可以了，这个壶就可以了，这个小壶就可以了。是如意的话，我们用这个赭石吧，用盘子里多余的颜色，盘子里这些胭脂啊、赭石什么的，一起吧，胭脂、赭石一起。直接一个平涂，然后再调浅一点的颜色，用这个盘子里的鹅黄，就这样子让它的颜色的层次，让整个这个颜色它有这个深浅变化。想用一点金也可以啊。好，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它干，整个画面要等它干，干了之后我们才来进行下一步。上面也可以有一点红色的也可以有一点红色的，有一点红色的我们就调一点，画几个花瓣吧，用这个太白来一点牡丹红，太白来一点牡丹红。好，挑这个太白。平时要加3氯胭脂，也可以加一点进来。调一点这个牡丹红，调一点胭脂。一样的颜色要调均匀啊。
就在这个底下，看一下哪个地方。密的地方可以让它更密一些。好，这里来一个，好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就等它干，干了我们再做下一步。如果要做底色的话，我们就下一步就做底色了，等待中哦。好，咱们把这幅作品也来涂一个底色，底色的颜色还是一样的。这是前面那几幅作品没有用完的，我们再继续加一些颜色进来，还是用这个赭石和这个焦茶，赭石和焦茶，赭石为主，焦茶为辅。然后加水啊，加水调和。呀，这是咋回事？全部露出来了，小心一点啊！尽量还是不要在画面上去调色，不要在这个画面上去调。姜茶再加一点点，稍微有点红，在里面加一点点三绿进来，一丁点就可以啊，加一丁点三绿。调的有点浓，再加点水。好像调的有点多，好浪费颜料。好，调好之后放在一边，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啊，要把这个纸面要喷湿。来这个喷壶，好，把它喷湿啊。
那太湿的可以把它吸一下。这里刚刚因为滴了很多水，直接壶里面滴了很多水，有点湿，吸一下。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啊。好，可以反复的刷一下。第一次刷的时候你就反复的刷，可能就不需要再刷第二次了。如果第一次刷的不够的话，可能还要刷第二次。干的时候，等它干了之后，你发现这个颜色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刷一遍，并不是说只能刷一遍啊，就是大家都是一样哈，都可以刷第二遍。等它半干的时候，你再发现它的颜色有点浅，它在半干的时候没有干透，半干的时候可以去刷第二次。细的地方我们待会儿用毛笔再来整理。先把这些宽的地方先全部都走一遍。好，往上拉一下，轻轻的，可以。然后用毛笔啊，这些小的地方，这些孔里面啊。
不够均匀的地方还可以再扫一下，或者直接等它干，干了之后发现有不均匀的再加。干了之后，如果发现颜色太浅了，我们再加哈。这个石头的话也是可以来一点点，石头的话加一点水，加一点点这个底色，就不要让它太亮了，就降一下它的亮度，看到吗？因为不要让它比这个花还要亮。基本上就是用这个水再扫一遍，带一点点这个赭石，带一点点这个底色的这个水去走一遍，干了之后呢，基本上没有太多。就是让它融合成这个背景接近的颜色，然后这样子这个花和这个主要的这个物象才会跳出来。你弄了之后把这个花喷湿一点哈，花喷湿一点它就不会有印子，因为你做的这个底色之后它干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印子，但你把花整个也湿了它就不会有印子了哈，这是一个方法，你们记一下。花也喷湿了它就不会有印子。好，这样就可以了，等它干，等它干，作品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画起来，加油哦。